刚入社会时，绝大多数小年轻多多少少都得过一种病，叫做主角光环妄想症。1911年，29岁的罗斯福刚进政坛，有着显赫的背景和一张还没被毒打的脸庞。在纽约州议会，凭着一腔热血，把地头蛇坦布尼协会搅了个天翻地覆，但心里虚得很。他脑子里虽然有很多改革的火花，比如看不惯政党分赃，反感垄断寡头，看不惯美国种种的问题，但这都像是一盘散沙，他缺乏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带着这种对理论的极度饥渴，1911年冬天，他跑去新泽西州，找到了一名叫伍德罗·威尔逊的老铁。威尔逊告诉他3个字：新自由。在威尔逊眼里，当时的美国就像一个被少数人私吞的巨型蛋糕。所谓的自由早就成了华尔街寡头和坦布尼协会这种政治黑帮肆意妄为的特权。威尔逊告诉罗斯福，真正让美利坚这个国家强盛的，根本不是什么名门望族或高官显贵，而是无数默默无闻、既不夸张也不显眼的老百姓，用日复一日的辛劳流汗铸就的底盘。而他新自由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联邦政府的干预，摧毁特权阶层，恢复自由竞争，从而保护普通民众和小微企业的经济自由。此时的威尔逊正在民主党内部竞选总统候选人，他主要提出了3点竞选纲领：砍关税、拆银行垄断、建监管机构，每一条都听得罗斯福热血沸腾，当场决定，这大哥我跟定了。那一天，罗斯福和威尔逊聊了很久。罗斯福发现威尔逊的一些思想简直就是他自己的想法。现在经过州长智慧的提炼，这些想法立刻变得异常的清晰明确了。为了保威尔逊上台，他先是把刀子捅向自己的远房叔叔西奥多。1912年夏天，他发表了一篇声明：我崇拜我叔，但1912年的美国需要威尔逊。他论证说，威尔逊的计划虽然没叔叔那么大开大合，但他稳准狠，是唯一能落地的进步力量。由于共和党那边内部打起架来，西奥多自己搞了一个党，民主党这边只要拿到候选人提名，基本就是总统了。可纽约的坦布尼协会不答应，他们想在内部选举里搞死威尔逊。小罗斯福一看，论资历自己就是个弟弟，于是他决定不走寻常路，改走群众路线。首先第一招造势，他成立威尔逊俱乐部，天天在大街上演讲游行，把气氛组工作做到了极致。第二招就是搞1912年版本的网报，他发动成千上万的老乡给会议代表写信发电报，代表们一打开信封全是选民的问候，敢不投威尔逊回来就等着瞧吧。这场巴尔的摩大会在闷热和雪茄味中足足熬了46轮投票，最终小罗斯福成功把威尔逊送上候选人宝座。仗打赢了，但小罗斯福也累成了脆皮，一回家就患上严重伤寒，卧床不起。眼看自己的参议员连任竞选也要开始了，人却动弹不得。这时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辅助路易斯豪上线了，这个人影响了他往后20年。路易斯豪是当时的一名报社记者，他一眼就看中小罗斯福，绝非池中之物，认定罗斯福必成大器，因此从一开始就要为罗斯福塑造一位未来总统的公共形象。在罗斯福卧床期间，豪包揽了所有脏活累活，一边搞公关，一边塑人设，硬是帮躺在床上的罗斯福赢回了连任。再度回到议会的罗斯福，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懂行侠仗义的小伙子了。在纽约当议员期间，他学会了3样东西：第一，对于那些会毁掉前程的尖锐纠纷，绕着走，不表态；第二，怎么跟地头蛇打交道，怎么在赞同一件事的同时，不让对手觉得我是死敌，发动群众就是很好的方式；第三，虽然威尔逊给了罗斯福灵魂，但威尔逊太过于道德洁癖，没有自己，他可能连总统候选人都当不上，所以必须要圆滑，要有足够的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后来威尔逊一战后的14点原则，更是让罗斯福觉得光理想主义没有狠辣的手段是无法实现的。